大家好，我是大伟。到了秋冬天，有一个话题啊，就少不了，就是我们的腿脚。你会发现，秋冬天的时候，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穿的裤子啊，是一层比一层厚，而且呢，这个腿脚活动起来，明显的感觉后劲不足。有很多朋友，只要到了走路啊或者爬楼的时候啊，哎呀，这个腿脚就感觉到有力用不上来，怎么办呢？很多朋友带着疑惑来问大伟。那么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讲一句话，叫做腿脚的根在于哪里？在于我们的胯。胯就是腿脚的根。有很多朋友之所以感觉腿脚用不上力，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胯没有打开。咱们这个胯胯轴啊，特别的重要。你看一下，咱们是不是年龄越大的人走路的这个步伐就越小？是不是就这样的？年龄越年轻，你看这个走路的步伐是不是走起来就跟跑起来一样？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着胯部的这个话题，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内容，教大家怎么去开胯。只要把胯打开，你会发现你的腿和脚啊，慢慢的越来越有力量。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如果你感觉视频有用的话，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那么咱们接下来展示一下动作。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下咱们胯的位置，非常好找啊。你看，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两侧，自然放下来。然后呢，你把你的脚，你看这么来回的转一转，感受到一个东西在手里面滑动，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转子。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大转子啊变得更加的灵活。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件事啊，把我们的脚，比如说拿我的右侧为例啊，把脚往外伸到我们的外侧，脚尖点地，然后从外向内画一个圈。你看，抬腿向内折，画下来。好，完成了这一步以后，再反向画一个圈。2。好，这么一来一回，我们为一次。那么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腹股沟，然后在做的时候，你看来1、2，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肌肉发力，这就可以了。我们做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简单，带着大家做几次啊。来，你看，把腿往内折，然后再顺着内侧往外拉，一定要注意这个动作的细节非常多。你别看着简单啊，咱们有很多朋友做个错误的给大家看，有很多朋友做这个动作，他这么做。这么做可以吗？肯定不行的。首先第一步，先抬腿，抬腿以后内折往下，再从内侧面开始画一个圈过来。这么一来一回之间，不仅把我们的胯部打开了，我们的腹部还能得到一个充分的锻炼。所以这个动作非常好。我们右侧腿做完了以后，紧接着是左侧腿，也是一样的，腿往外打开，抬腿向内折往下，再来2。然后慢慢的回，再来，如此反复，咱们每天做，你会发现你的胯部啊越来越灵活。胯部越来越灵活，就意味着你走路的这个步伐能够迈开来了。步伐一迈开，你看一下我们大腿这些大的一些肌肉群体就能参与到我们的走路当中，你走起路来就会步步生风。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转胯这个动作，建议大家每天做上一个3轮左右各为10下为1轮，然后呢，我们做上一个3轮，达到一个充分的锻炼。好了，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啊！没有关注的朋友们，把关注给点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湿气重的朋友们，你千万别拖。咱们说湿气啊，有3个阶段，咱们可以自己给自己评估一下。第一种阶段呢，就是单纯的湿气。这种类型的湿气呢，往往是比较轻微的，但是它带来的这个困扰却并不轻微。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什么事不做，往这一坐就感觉到累，天天从头到尾呢做一些事总感觉到特别的疲劳，而且呢对一些事物容易产生厌倦感。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免疫能力你的工作状态、你的生活状态都会下降。这些呢就是湿，它到处跑到哪里以后哪里就会感觉到沉重，而且这种湿呢，它喜欢往下面去流，比如说聚在我们的脾宝、胃宝，你会发现脾胃不好，往下去走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腿部特别的沉，抬都抬不起来。这个就是第一种阶段。第二种阶段呢，你会发现这个湿气不仅仅是湿了，它会和寒气混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叫湿寒。湿寒之气呢，它容易钻它喜欢钻在哪里呢？比如说我们的关节比如说我们的膝盖，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后背这些地方，它都会逗留。逗留在这里以后，特别是到了冬天，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在里面以后就会出现酸
胀啊，有些朋友会感觉到往骨头里面、缝缝里面钻的这种感觉，这种就叫湿寒。而湿寒钻得很深，一般的话它往里一钻，它就待着不走，所以呢，你想把它请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第三种湿呢，就是湿聚多为痰，我们称之为叫痰湿。痰湿之气啊，可麻烦了，它会往你的五脏六腑里面去钻，比如说影响到我们整个脾胃的一个运化，你会发现出来的东西都是黏黏糊糊的。往上走呢，这个舌头啊很胖很大，而且白的、黄的、有条纹的都有。这个痰湿之气啊，不仅如此，还会是聚在我们的腿和我们的脚底。这个时候你会明显的出现上面热热的，下面没有温度。有的朋友还会感觉到，比如说我们有痰啊、想往外吐啊，这些都是痰湿之气在里面。所以说它一层一层的，我们以前人说啊，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就是出在这里。那么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也是有的，而且这个办法非常的有用。是什么？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做湿气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通则湿气泄，阳气生；涌泉堵则湿气聚，阳气散。湿气和阳气本身就是一种对立的产物，它们相互制约。只要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阳给它扶上来，那么我们的湿就会慢慢的消散，就相当于太阳出来了，这些雾啊就不会存在了。如果我们的这个湿上去了，就相当于乌云密布，把阳光都挡住，你会发现阳没有了，这个湿气啊就开始到处捣乱。所以根本的原因，你要找到你的阳，把它提上来。你会发现在冬天的时候，很多人这个湿气啊一多了以后，到处就开始犯难了。为什么？因为冬天有一个词叫冬藏，阳都藏起来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把我们的阳给它升上来。怎么去升？并不是说让你去做动作，而是去用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一个古法，而且非常的管用，叫什么？叫扶阳七君子。只要能把这7样聚在一起，把它贴在我们的脚底，每天晚上贴，它就能把阳气从我们的脚底打上去，同时把湿气给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请出来。这个方法非常的有用，但是呢，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因为自己去做确实难度太大。我直接把我们师门当中的成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湿足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赶走了顽固的湿气。这个上面就写着扶阳七君子，分别是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这么7样组成了这个小小的一个足贴贴片。这个贴片呢，我们每天晚上就贴在我们的脚底涌泉之上，然后呢，睡醒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撕掉了。咱们这个贴片千万别小看它，里面是满满的中草精华，你轻轻的用鼻子一闻就能闻到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在我们的睡觉的时候，涌泉这个大门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七君子的力量给它吸进去，同时呢，聚在脚底的这些湿寒之气，因为抵挡不住这么强烈的太阳，就会从我们的涌泉当中流出来。所以我们当白天把它撕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沾着一层黑乎乎黏稠稠的东西。我自己呢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啊，给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当我第一天把这个扶阳七君子啊这个足贴撕下来的时候，上面就已经一层黏黏糊糊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原来我自己身体当中的湿气这么重，原来这个颜色会变得这么深。但是随着我每天贴每天撕，发现上面逐渐的干爽了，颜色也变得一天比一天浅。随着颜色变浅，你会发现湿气只要没了，你的身体上面就有力量，整个人会感觉到有劲。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下午不午睡的。原来湿气重的时候，每天做一些事就感觉到累，下午必须要睡一觉。但是我贴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下午不用睡觉了，这个就是我很直观的一种感受。坚持一段时间以后，脚底上面就感觉热热乎乎的。其实咱们今天讲的这一套方法真的是非常的好，你把这一套方法用上以后，你会发现湿气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难以去除。我们其实很多朋友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一定要记得选择对的东西，配合咱们今天的内容，一定会让你有一个新的改观，让你找到一种真正的捷径。大家好，我是大伟，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你，冬天一定要去养阳。阳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小火苗。小火苗啊，它烧得越旺，你的身体啊就会感觉暖暖和和的，不怕冷。而且啊，它的循环、它的代谢，包括它的整个身体的能量啊，都会变得非常的足。我相信这样去说，可能很多人感觉比较抽象。我再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做一个比喻。你看，冬天里面啊，分为2种人，一种人啊，他穿的很少，你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
还有一种人呢，他即便他裹着厚厚的一层衣服啊，他依然感觉这个寒气啊一直在往体内去钻，身上特别的冷。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两个人的小火苗燃烧的程度不同。那么不怕冷的呢，多为是年轻人，年轻人火旺嘛。那么怕冷的呢，多数是中老年人。所以呢，今天我教你一套方法。这一套方法就是在咱们手上去做的一个操，你只要把这套方法学会了，每天抽出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念一念，就能够给我们的小火苗增柴添火。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动作叫做撞合谷，是一个非常好的伸阳动作我们把手你看像这样捏起来你会发现这里像一个小山峰一样有个凸起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把两个手同时做好这个动作，把凸起的点你看对在一起，然后来撞击像我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的时候怎么做呢？你看身子斜过来然后来撞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把手举起来，然后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摆臂手臂要摆动你千万不能说是就是简简单单的就这样撞一撞这样做的话就不好了。我们一定要把手臂摆起来你能听到这个发闷的一种声音就这样。力度大概4分力到5分力，每天撞上一个50下到100下。好，做完了以后你把手打开，你会发现手上发热包括我们的额头后背逐渐会被一种热慢慢的蔓延，这种感觉舒服极了。这是今天教你的第一个动作，每天都要去做。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手是身体的缩影。第二个动作就是在手上打开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线路你看。把手这样张开来，手一定要尽量的张开。然后呢，我们这个手是以这里，你看我手指的这个骨节，好，来从下摩擦到上再从上摩擦下来，我们走上3遍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摩擦的时候就会发热非常舒服就这样摩擦上下，大家可以看到再上来再下来。好，摩擦3遍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撞击。一样的大家看听这个声音撞的是哪里？中间这一条线中间这条线，手掌中间，你看就这样去撞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舒服。你甚至能感觉到这个手掌当中撞起来以后有一种酸酸溜溜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好，我们撞上一个30下以后 OK， 再把这个我的右手也做一下一样的，你看姿势从下慢一点摩擦到上，再摩擦下来，再摩擦上去再下来做3遍摩擦上去摩擦的时候不要用很大的劲就这样。好，你做完这3遍以后，手掌当中表面就会发热，然后呢我们开始把中间这条线给撞开，你看1、2、3、4就这样。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很有节奏感？我们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好，做完以后这个手会感觉有一些微微的酥酥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的舒服。这2个动作每天耗时大概在5到10分钟，你把它做起来冬天这2个动作做好，你的小火苗就会变得很旺。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老年痴呆的人我遇到过很多，也对这个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记忆能力突然偶尔的会有一些忘事就是记忆能力下降，有些东西突然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随着你的时间变长，你会发现你的大脑当中的一个空白量是越来越多忘记的事也是越来越多。不过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小时候发生的事一般来说是不容易忘记的，就是容易忘记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到后面呢，就开始有一些记不得路了记不得人了。逐渐的开始你的讲话能力开始有一些磕磕巴巴的，讲话能力别人都得靠猜，你自己想说呢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组织语言。再到后面你的就是小时候一些经历的问题除了一些非常深刻的都开始逐渐的忘记，到最后你就什么也记不得了这个老年痴呆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难在哪里呢？就是说它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唯一一个能够预防的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去活动我们的思维去做一做手上的一些思维操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2个手上面的思维操，这2个动作我是感觉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简单，容易练习的。
特别是你在平常的时候没事的时候还能去把玩把玩。这2个操啊，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啊，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一次跟着我就能学会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已学会，让别人为你点赞。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教动作。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它是能够锻炼你大脑意志力和控制力的动作啊。这个动作可以勤加练习。你看，大拇指互相点上啊，然后呢，我们把手握在一起啊，再伸直，再握在一起，再伸直，再握在一起，再伸直啊。这个动作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它有一个要求啊，你们一定要达到什么呢？大拇指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握在一起的时候，指尖千万不能露出这种缝隙。比如说做个错误的给大家看，你看，一做的时候手就散开来了，一做的时候手就分开来了啊。你们这样做就不行。这个动作练习的时候最好对着镜子去做，自己这样观察的更清楚一点。你看，你想让手不出现缝隙，并且把它捏在一起啊。既锻炼了你的力量，又锻炼了你的大脑控制能力。好，慢慢的伸出来，2、3、4、5啊。做完以后，这里会酸酸的啊，都正常的啊。做完了5遍，换手，你看，再来1、2、3啊，不能出现空隙啊，指尖不能留空隙。4、5，好，做完了以后再换手，再来啊，非常简单，1、2、3、4、5，好，刚刚那组啊就做的比较快了啊，简单大家做一下。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手在折的时候不能这个有空隙，一定要用意念去控制好它。你们集中注意力啊，做的时候看着手去做，你就有这种感觉，就用意念去控制手，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好，我们讲完了第一个动作，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看啊，我们首先啊，把我们的手一定要张开来啊，把手张开来，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啊点在一起，2个食指点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点在一起，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看，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把它做好。你看，手张开来，食指点食指，大拇指点小拇指。好，做完了以后呢，以我们的小拇指为一个轴，你看手这样一转，转过来，好，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转过来，还是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转过来，又是变成了最初始的样子。大家看啊，这个动作我再做慢一些啊，你看。食指和食指相碰，大拇指和小拇指相碰，然后呢，以我们下面这个点啊，看转，哎，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再转，又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啊，再一转，回到我们初始的一个姿势啊，做快一点呢，就是这样看，1、2、3， 1、2、3， 1、2、3， 1、2、3。1、2、3， 1、2、3啊，整体做起来啊，你会感觉特别的累，是什么累呢？一个是你的大脑要去控制，就是你有时候啊做的时候做不好，它思维就会乱了以后呢，你就不知道去点哪了，一绕就人就绕糊涂了，所以你的思维其实是在跟着你的手啊是一起转动的。第2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它手啊要求的是完全的打开，就像这样全部张开来。张开来以后呢，它是练习的你的哪里呢？整个筋啊，我们手腕这一圈，你会感觉发胀，都是正常的。所以这2个动作啊，它和我们其他做的动作不一样。其他动作做的动作，它有的是灵活手指的。我们这2个动作啊，是加入了我们的思维，就是一个专注模式。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手上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练习。因为毕竟呢，我们手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缩影。所以在这个做的时候啊，它既能锻炼到我们的整个力量，又能够增加我们的思维能力。这2个动作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2个动作你可以在平常没事的时候啊，自己呢做一做啊，打发时间啊，就这样去做一做啊，非常的好。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受益，同时把这个视频啊可以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最近有一个锻炼动作啊，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很多的中老年人看着以后啊，都跟着去练，跟着去学。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超慢跑。
超慢跑这个动作啊，它不限场地，在家里面啊就能自己的练，而且呢，你练完以后啊，会明显的感觉自己的心肺功能啊得到了锻炼。咱们有很多朋友啊，自己感觉自己的心脏功能不够强大，自己呢平常呢这个肺啊，它的这个扩张程度啊也不够好，那么怎么办？每天在家里面就可以跟着我一起练习这个超慢跑的动作。这个动作的优势啊，就是简单、好学又好练。我们只要在家里面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做起来。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好了，跟着我一起来做。记得把视频啊收藏下来，同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咱们现在一起来看动作。超慢跑这个动作非常简单，给大家先演示一遍啊。我们做的时候其实就是模仿一个原地跑步的姿势。那做的时候呢，动作它一定要有定式啊，并不是说你身子摊着啊这么去跑，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在做的时候记住2点，一个是把我们的腹部向内收啊，腹部向内收，这样的话呢，能把我们的整个核心固定住。2个是什么呢？把我们的头往上抬。做的时候啊，把我们的手臂前后打开。从侧面看一下，前后打开，然后慢慢的把我们的脚配合着手动起来，就像在原地跑步一样，头往上看。好，当你保持这样的姿势以后，慢慢的我们把速度往上加，加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只要再快一些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心跳速度变快了啊。我们加到的速度就是相当于你能正常的讲话，比如说旁边有个人跟你一起锻炼，你和他正常讲话，没有气喘，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跳速率是非常适合锻炼的，大概在多少？在120左右。我们就在这个心跳速率啊，是最适合我们运动的一个心跳速度啊。我们就在这样锻炼。那么在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的脚下啊，我们的脚尖，脚尖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说脚尖要点地。你看，比如说这个时候就是我脚尖点地的状态，你有着一种五指在地上抠着的感觉。所以咱们做完以后，你看在地上抠着这样的感觉啊，脚尖点地，每一下做的时候都把脚尖点地。这样的话，你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小腿上面胀胀的，这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小腿也锻炼到了。不要小看这个动作，你去坚持做上一个3分钟、5分钟，每天坚持这样跑一跑，你会发现慢慢的身上开始热起来了，然后出汗，整个人做完运动以后啊，会感觉到酣畅淋漓。这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啊，咱们早上的时候，你看可以背对着太阳，这么跑一会儿。然后日常当中呢，咱们也可以就是吃完晚饭以后过个30分钟，然后我们就这么练一会儿，非常棒的一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练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我们的腹部收紧，头往上抬，千万别低着一个头这么去跑。这样去跑的话，时间长了以后，你的整个脖子啊也受不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如果感觉动作好，可以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谢谢大家。